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这个不仅是在历史上或者是法理上都已经不需要再强调的。我们今天到这边来抗议，我们是要反对这种台湾地位未定论，它并没有历史跟法理的基础啊，这个不用再强调。然而，我们进一步看到，现在民进党政府林佳龙对 AIT 的这样的言论，他第一时间就表示支持。我们都知道，历史上不乏民主的败类，可是就法理、就历史而言，林佳龙这样的发言，他是违背历史、违背人民利益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兰。一会儿这个美国人啊是真不消停啊，隔三差五就得出来挑点事儿。这不，那个什么美国在台协会，英文名叫 AIT 的，大家伙都知道吧？其实说白了啊，就是这个美国啊在台湾的大使馆，只不过没那个名分啊。就这个 AIT 啊，最近公然跳出来喊话，喊啥呢？说那个什么二战以后大家伙都认的那个国际规矩啊，他们现在觉得有点问题。啥问题呢？他们说啊，这个台湾的地位还没定呢。我跟你说，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啊！这台湾地位未定论一扔出来，那意思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全世界，台湾不属于中国吗？这简直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下可好，整个台湾岛内立马就跟开了锅似的，那叫一个热闹。美国人那边刚把调子定下来，民进党这帮人啊，简直就是闻着味就扑上来了。那个当秘书长的徐国勇，还有那个新上来的发言人吴峥啊，一个个的呀，跟这个得了圣旨似的，马上敲锣打鼓的跟美国主子捧哏，一个劲儿的说：对对对，美国爸爸说的对，我们台湾的地位啊，确实得再商量商量。哎，你说气人不气人啊？这帮人数典忘祖的本事啊，真的是练到家里啊！当然了，岛内也不是没人明白，蓝营那边呢，国民党那帮人啊，不管是老的少的，立马就炸了锅了。你像这个马英九、台北的市长蒋万安，国民党现在当家的朱立伦，还有那个战斗蓝的赵少康，全都站出来开喷啊，指着鼻子骂民进党和美国人这是在胡说八道，是想把台湾推到火坑里去。这几位的反驳啊，那都是有理有据，引经据典，把这个历史事实啊掰开揉碎了讲。这本来吧，这个事儿就是一场政治口水战，大家你来我往，互相骂骂街也就算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半路呢杀出个程咬金，一个人的发言让这场口水战的戏剧性啊一下子就拉满了。谁呢？就是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蔡英文之前的那个发言人，叫黄仲岩。这个家伙啊，一看美国主子发话了，民进党同僚也跟上了，他能闲着吗？不能啊！他立马就扯着嗓子高声附和美国人，说了一句更狠的话，他说：中国大陆拿出来的那点证据根本不够证明他们拥有台湾。好家伙，这话说的比他们那些民进党的同僚还露骨啊，还嚣张啊！这简直就是把我是台独这四个字刻在脸上了。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了啊，这个黄仲岩他是谁啊？听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但是好像吧又没那么出名，怎么他的一句话就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呢？诶，问到点子上了啊，各位，这就有意思了。这个黄仲岩的身份啊可不简单，如果光说他是蔡英文的前发言人、前办公室副秘书啊，那格局就小了。他背后那个家族才叫一个精彩。大家应该都听过台湾有个著名的统派女名嘴叫黄智贤吧，就是那个在电视上言辞犀利、逻辑清晰，天天追着台独分子骂得他们狗血淋头，被大陆网友称为统派女战神的黄智贤大姐。没错，这个刚刚跳出来高喊台湾不属于中国的黄仲岩，就是黄智贤的亲弟弟。哎，你没听错啊，是亲弟弟，一个妈生的。这下大家是不是感觉这个信息量有点大了？别急，这还只是个开胃小菜，更劲爆的还在后头。黄智贤他们家啊，可不只出了黄仲岩这一个台独，算上他们家兄弟3个啊，全都是台湾岛内响当当有名有姓、身居高位的台独分子。一个家里面出了4个孩子啊，一个姐姐是铁杆的统派，3个弟弟全是铁杆的台独。这叫什么？这叫一门3独啊！姐姐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啊！这种家庭构成，别说是在台湾了，那放眼全世界的政治圈里啊，那都得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啊！咱们先来盘一盘他这3个弟弟啊，看他们都是何方神圣。先说大哥，叫黄伟哲。这位黄伟哲啊，那可是民进党里的议员大将啊，他现在的官职呢是台南市的市长。各位，
台南市可不是一般的小地方啊，那是台湾的6都之一，是民进党的大本营，绿的都发黑的那种铁票区。能在台南当市长，那在这个民进党内的地位啊，基本上就是仅次于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和行政机构负责人了，含金量的是相当高的呀。黄伟哲这个人呢，政治嗅觉特别的灵敏。他最早呢是跟着民进党里一个叫新潮流的派系混的，这个派系势力很大，赖清德就是这个派系的。那后来呢，这个蔡英文上台了，英系得势，他又赶紧转头抱上了蔡英文的大腿，成了英系的人。这还没完哦，现在这个赖清德掌权了，他又摇身一变，变成了赖系的人马。哎，你瞅瞅这政治手腕，这见风使舵的本事，一般人还真学不来啊！所以你看，大哥黄伟哲手握重权，镇守着民进党最核心的地盘，是台独阵营里的一个实打实的封疆大吏啊。接下来说这个二哥啊，二哥的名字呢有点特别，叫苏子云。大家可能会奇怪啊，哎，怎么一个姓黄，一个姓苏呢？其实他们是亲兄弟啊。这个苏子云呢，小时候因为一些家庭原因过继给了舅舅家，所以呢就跟着改姓苏了。那这位苏子云啊，走的不是从政当官的路子，他走的是文化人、军事专家的路子。他的头衔可吓人了呢，叫什么？台湾地区防务安全研究院防务战略和资源所所长，听着是不是特唬人的啊？其实说白了，他就是给这个蔡英文、赖清德这帮台独头目出主意的狗头军师，专门研究怎么以武拒统的。这个人啊，在那个绿营内部啊，那算是一棵常青树啊，因为他那个台独的立场啊是铁了心的，雷打不动。再加上他确实是读过几年书啊，能把一些歪理邪说包装的好像很有理论深度似的，所以深得民进党高层的信赖。你经常能在台湾那些政坛节目上看到他张嘴就是大陆军机绕台我们怎么办，闭嘴就是我们买美国的武器有多厉害，天天在那儿散布战争焦虑，鼓吹跟这个大陆搞对抗。可以说啊，他是台独势力在军事理论和舆论宣传上的一个重要打手。这最后呢，就轮到咱们开头提到这位了，三弟黄仲彦。这位黄仲彦呢，可以说是蔡英文最信赖、最贴心的自己人之一。他长期呢跟在这个蔡英文身边，当过蔡英文办公室的发言人，后来又升官了，当了办公室的副秘书长。这职位啊，那就相当于古代皇帝身边的大内总管兼机要秘书啊，那绝对是心腹中的心腹啊。这蔡英文有多信赖他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呢，这个赖清德不是赢了选举嘛？这按照惯例啊，他得去拜会一下即将卸任的蔡英文，搞个权力交接的姿态。结果呢，这个蔡英文去见赖清德的时候呢，谁都没带，就特意把这个黄仲彦给带上了。大家想想，这是什么信号啊？这信号就太明显了。蔡英文这是给自己的心腹铺路啊，他带着黄仲彦去见未来的老板赖清德，意思就是说，小赖啊，你看啊，这是我的人啊，有能力又有忠心，我下台了，你可得好好的用他啊，给他安排个好位置。所以啊，很多人都在猜蔡英文下一步啊，就是要推着黄仲彦去参加选举，或者在赖清德的团队里啊谋个更重要的职务。这次黄仲彦跳出来抢着给美国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站台，很可能就是为了向赖清德表忠心，纳投名状，表明自己啊比任何人都独，是未来执行台独路线最可靠的人选。那好了，各位朋友，现在呢，我们把这三兄弟的情况给捋清楚了。大哥黄伟哲，政坛大佬，地方诸侯；那二哥苏子云，防务军师，舆论打手；三哥呢，黄仲彦，领导心腹，政坛新贵。这三兄弟啊，个个都在民进党的核心圈子里身居高位啊，而且都坚定地走在台独的邪路上。这在台湾这个特别讲究政治家族的地方，都算是非常罕见的呀。一家人啊，能在同一个阵营里同时冒出三个呀，这么有分量的人物，这能量可不小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黄智贤现在的心情，他几乎每天在这个媒体上啊，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去跟这个台独思想做斗争啊，去揭露民进党的谎言和祸心。他为了这个民族大义，为了两岸的和平统一，可以说是得罪了岛内一大半的绿营人士，被这个无数人围攻谩骂。可是结果呢，他最需要面对的最强大的台独对手呢，恰恰呢就出现在自己家里。他骂遍了全台湾的台独分子，却发现自己的三个亲弟弟啊，就是台独阵营里的三员大将。这种痛苦和讽刺，恐怕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那这一次啊，三弟黄仲彦公开跳出来附和美国人，从这个法理上已经开始否认台湾属于中国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问题了，这是在动摇国本，这是在刨祖坟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在喊话黄志贤啊，大家都在说志贤姐啊，这回是不是到了大义灭亲的时候了？这话啊，虽然听着有点残酷，但是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大家伙都记得，黄志贤大姐平时监督起蓝营的人啊，那也是毫不留情的。他批评馆长，批评朱立伦，批评马英九，那标准是相当严格的。他认为啊，只要你的言行对两岸关系不利，对统一大业有损害，不管你是谁啊，他都要拿出来检视和批判。那么现在同样的标准，是不是也应该用在自己亲弟弟黄仲彦身上了？你黄仲彦作为这个蔡英文的心腹，现在呢又想在赖清德面前邀功，你的言论啊，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它代表了民进党核心层的一种声音，它会严重误导台湾民众，毒害台湾的年轻人，更会严重破坏两岸关系，把这个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这种危害啊，比这个馆长说错一句话，比马英九做错一件事要严重的多得多呀！我们不是要逼着这个黄志贤大姐去上演一场家庭伦理悲剧，但是呢，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啊，在这个民族大义面前，亲情呢确实是要经受考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个黄志贤大姐能够像她以往批判其他台独分子一样，拿出同样的勇气和标准来面对自己家族内部的问题。这不仅是对她个人政治信念的一次终极考验啊，也是对所有支持她、相信她的观众和网友们的一个交代。那当然了，这起事件也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所谓的台独啊，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它已经像一种思想病毒一样，渗透到了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能撕裂一个最基本的家庭单元。一个家庭可以同时培养出坚定的统一战士和顽固的台独分子，这本身就说明了台湾社会内部思想的混乱和对立，那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啊！而黄仲彦之流的跳梁小丑，以为抱紧了美国人的大腿就能实现他们分裂国家的迷梦，这终究只是痴人说梦。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的完全统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无论他们是姓黄还是姓苏，无论他们是市长还是军师，只要他们赶走台独的绝路，那最终的下场啊，必然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全体中国人民所唾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那这件事情的后续还会有什么发展？黄志贤大姐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咱们继续关注。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